2025年嘅2月18號，美俄雙方嘅代表喺沙特首都利雅得傾咗4個半鐘頭。個會議內容呢，前邊嗰啲係廢話嚟嘅，後邊呢個第3點就係會議有用嘅嘢啦。呢個第3點嘅內容係為今後在共同嘅地緣政治利益問題上嘅合作，以及成功結束俄烏衝突所帶來嘅歷史性經濟和投資機遇鋪路。雙方就未來經濟合作和全球能源價格問題進行了單獨討論啊，且對消除經濟合作壁壘表示興趣。即係話俄烏戰爭都未結束啊，美俄佢哋就喺度傾緊戰後重建嘅經濟合作啊，太公分豬肉啊！特朗普政府呢種咁嘅商人思維，佢關心嘅係佢自身嘅利益。喺佢眼中，烏克蘭係完全係可以作為犧牲品嘅。特朗普政府呢種咁嘅言論係令到歐洲憤怒嘅。馮德萊恩喺會前已經強調，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尊重烏克蘭嘅獨立、主權同埋領土完整，並以強大嘅安全保證嚟做支持。但係美國總統范斯喺慕尼黑會議上邊嘅演講，同埋2月18號沙特利雅得嘅美俄會面之後呢，基本上可以睇得出美國不再是一個值得信賴嘅盟友噶啦，因為特朗普政府係要完全犧牲晒烏克蘭嘅利益，而普京係要攞晒着數嘅前提下，咁樣去結束呢個俄烏戰爭呢，可以說明美國不再是一個值得信賴嘅盟友噶啦。呢個亦係歐洲嘅國家最近根據美國嘅表現俾出嘅判斷。可以講美國近年呢，只要有啲咩軍事行動，有啲咩計劃嘅時候，呢啲盟友都係毫不猶豫咁給予支持。美國遭遇9孖1襲擊之後，歐洲呢啲盟友都有派士兵去阿富汗幫手嘅，好似喺伊拉克戰場，歐洲國家嘅軍隊同美國軍隊係並肩作戰嘅，佢哋為美國領導嘅戰爭付出咗代價，好多人都因此啊付出咗生命。其中有包括烏克蘭嘅士兵，即使烏克蘭唔係北約成員國，但係喺美國同伊拉克嘅戰爭裏邊，烏克蘭都依然係有派士兵過去幫拖嘅。但係而家嘅美國眼白白睇住自己曾經承諾保護嘅盟友遭遇侵略，卻喺度斤斤計較、縮骨揼柒。再講啊，喺1994年嘅時候，烏克蘭簽署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嘅時候，美國係俾咗啲乜嘢承諾烏克蘭㗎？人哋烏克蘭願意燒毀晒啲核武器嘅時候，你係話可以換嚟美國同英國嘅安全保障？當然呢個亦都包括俄羅斯，3個國家一齊去保障烏克蘭嘅安全。結果呢，喺2014年俄羅斯攻佔克里米亞嘅時候，烏克蘭卻被告知保障不是保證。喺2022年2月24號，普京又對烏克蘭發起咗特別軍事行動嘅時候，拜登卻係講呢個係烏克蘭嘅戰爭，並不是美國嘅戰爭。美國只係保障烏克蘭不會亡國，而美國不會為咗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軍事對抗。如果你話拜登仲有啲底線嘅話，咁特朗普上嚟之後，完全就冇晒下限。呢啲什麼烏克蘭嘅安全保障備忘錄呢啲咁嘅嘢，喺商人思維嘅作用下，就咁無情咁拋棄咗烏克蘭。依家你特朗普要做嘅係將俄烏戰爭嘅勝利獻俾非法入侵者，咁樣嘅結束方式仲使乜傾啫？一早叫澤連斯基投降咪得咯。我諗如果有得時光倒流嘅話，烏克蘭人絕對唔會同你簽呢份安全保障協議啊！
幾大都自己養住啲核武器啊，仲要勒緊褲頭都要發展軍事啊！美國佬對住嗰啲伊拉克啊、阿富汗嗰啲咁嘅細國，你又夠膽打？對住啲俄羅斯咁嘅大國，咪一隻鵪鶉咁。特朗普成日開口就講，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咗大約3500億美元嘅援助，但係人哋澤連斯基就講，只係收到咗670億美元嘅軍事援助，同埋315億美元嘅預算支持，加埋都係1000億美金。仲有就係 Donald Trump 開口埋口就話澤連斯基係獨裁者。佢抨擊澤連斯基嘅說話係要幾難聽啊，有幾難聽，根本就唔應該出自一個美國總統把口，好似潑婦罵街咁。你都唔好講話邏輯啊，連辯證法都不如啊！有人話特朗普呢啲咁嘅說話係一個激將法，佢想激發烏克蘭同埋歐洲嘅潛能，攞晒啲力量出嚟去對抗俄羅斯。咁我啊覺得呢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啦。當然，依家睇嚟呢，歐洲係唔想俾呢啲事情發生嘅，因為烏克蘭嘅戰敗直接影響嘅係歐洲。你美國佬梗係啦，隔住個大西洋，啲火頭未有耐燒到去你美國本土啦。歐洲就唔同啦，烏克蘭俾俄羅斯吞併咗之後，下一個就到波蘭噶啦。總之呢，依家咁睇嚟，歐洲已經好明確咁表示，即使冇美國嘅支持嘅情況下，歐洲依然會支持烏克蘭。喺慕尼黑會議上邊，澤連斯基又講咗，普京唔係為咗和平而去談判嘅，佢係想美國解除對俄羅斯嘅各種經濟制裁。等經濟制裁解除之後，普京就會大力發展軍事。而普京現時開出嘅條件係好清晰嘅，不准再援助烏克蘭，不准其他國家喺烏克蘭駐軍，亦不准烏克蘭發展軍事，更加不准烏克蘭加入北約。所有嘅呢啲條件加起身，只有一個答案，就係為咗普京再次侵略烏克蘭而作出準備。澤連斯基已經叫停咗用稀土交換軍事援助嘅協議，因為特朗普所講嘅稀土換軍事援助，佢指嘅係換取拜登政府時期所援助烏克蘭嘅嗰啲費用，並不包括將要支出嘅新嘅軍事援助。換句話嚟講，依家嘅特朗普唔單止唔肯再出錢，唔出武器，唔出人力物力，而且仲想叫烏克蘭向俄羅斯妥協，以烏克蘭各樣領土嚟到結束戰爭。咁啊，所以就唔使再講落去噶啦呢樣嘢。烏克蘭而家嚟講，不得不提前做好被美國拋棄嘅準備。依家嘅烏克蘭只能夠與歐洲緊密咁團結喺一齊，否則烏克蘭只能夠成為大國之間利益爭奪嘅犧牲品。咁啊，今次歐洲人啊，應該要醒覺啦。二戰結束以嚟，呢個世界警察一直都由美國喺前面擔大旗，嗰班歐洲佬啊，個個都享受生活，寧願定期俾美國喺經濟上收割全世界。啊，美國近年啊賺好多錢噶，喺全世界定時定候就收割，咁啊啲歐洲人就當做保護費咯，導致歐洲嘅軍事體系啊相當之單薄。產業結構亦都好鬆散，個個都活在當下，享受生活，全部都左家橫行，缺少咗好似 Elon Musk 呢啲咁嘅開創狂人。去到呢一刻，歐洲應該意識到危機噶啦，俾呢場俄烏戰爭啊打醒咗。正如澤連斯基所講，歐洲要組建一個屬於自己嘅軍事力量。歐洲講咗好耐㗎啦，要整支快速反應部隊啊嘛。歐洲咁樣做嘅理由係相當之充分嘅。北約本來係用嚟防禦俄羅斯嘅，哦，依家你美國佬啊好啊，反過嚟同俄羅斯啊攬埋一齊。你睇下呢個 Donald Trump 奶俄啊奶到出晒面。Donald Trump 以為自己好聰明，為美國爭取咗短期嘅利益。實際上佢今次呢一個舉動啊，足以令到美國喪失霸主地位。你睇下二戰結束之後啊，美國嘅成長啊係企喺歐洲嘅膊頭上面飛上去嘅。美國嘅呢個一哥地位亦都係歐洲國家共同讓出嚟嘅。美國有嘅嘢，歐洲基本上都有，
當歐洲重新建立起自己嘅軍事力量嘅時候，已經唔再需要美國。你美國分佈喺世界各地嘅軍事基地就已經失去作用，自自然然嘅，你嘅美元地位亦都不保。美元之所以成為世界流通貨幣，係因為歐洲人對美國嘅信任，先至會一齊去支持同埋捧場。依家美國信譽破產，美元嘅霸權就會慢慢消亡。美國分佈喺世界各地嘅軍事基地失去咗存在嘅合理性。你同人哋簽訂咗咁多嘅安全保障協議，你睇下仲有邊個國家會相信你美國佬？要知道全球嘅發達國家基本都係集中喺歐洲，歐洲運行咗咁多年，佢嘅歷史底蘊同埋文化傳承係你美國冇辦法比擬嘅。今次特朗普政府嘅呢個出賣烏克蘭嘅行為，全世界都睇在眼內。Donald Trump今次呢啲咁嘅行為，係直接將美國推向衰敗。嚟緊嘅就係歐元慢慢取代美元，成為世界第一流通貨幣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